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：中年女人的生活好不好，无需过多询问，看这3个方面就足够了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纳博科夫在他的长篇小说《洛丽塔》里有这样一句深刻的话：人有3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，咳嗽、穷困和爱。你越是想隐藏，就越是欲盖弥彰。对于一个女性而言，如果她身体健康，生活富足，被爱包围，那么即便她从不刻意炫耀，人们也能从她的生活中感受到那份宁静与美好。到了中年，想要知道一个女人的生活好不好，其实无需过多询问，观察这3个方面就足够了。1. 看看她的脸是否留有风霜的痕迹。中年女人，青春虽已经过去，但心态决定一切。脸是女人的名片，眼睛则是心灵的镜子。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，她的脸就会告诉你答案。我们常常说相由心生，内心的幸福或痛苦，久而久之都会不加掩饰地反映在脸上、眼睛里，甚至是眉宇之间。经济独立的女性无需为生计奔波，不必为金钱斤斤计较。她们或许不会花费大量金钱去美容，去购买昂贵的化妆品，但内心的自信让她们无所畏惧，脸上洋溢着从容与自信。而被爱滋养的女性，感情生活顺遂，内心充满幸福，微笑自然常挂嘴边。相反，生活不如意，感情受伤的女性，伤痛和憔悴会让她们愁容满面，心怀怨气。充满戾气的女性，尖酸刻薄的表情也会不自觉地表现在脸上。所以，想知道一个女人的生活状况，观察她脸上岁月的痕迹，你就能略知一二了。2. 学会去观察她的仪容。美是一种状态。张爱玲曾经说过，衣服是一种言语，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。尽管我们不能单凭外貌去评判一个人，但一个人的衣着和仪表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生活状态。这也是了解一个人最直接、简单的方式。你要明白，仪容整洁、优雅的女人，往往代表着她生活精致、追求品味；而仪容邋遢、不修边幅的女人，她的生活可能就像她的着装一样，杂乱无章，得过且过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一个女人仪表美，不仅仅是因为她拥有好看的外表，更是因为那是她情绪的外露，情感的寄托。如果一个女人生活得很好，她一定会更懂得取悦自己，用心去打扮自己，言行举止都会显得优雅而温和。这样的女人，内心一定是丰盈的，富有追求，她的日子也会过得有声有色，有滋有味。3. 学会去看她的朋友圈。生活是一种态度。如果一个女人生活得很好，她一定会热爱生活，这体现在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。她会不断充实自己，丰富自己，享受生活。这些生活的点滴也会在她的朋友圈中留下痕迹。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朋友圈设置为静默模式，但仍然有一些喜欢分享的女人会把朋友圈当作记录、展示自己生活的平台。她们在朋友圈分享，并不是为了炫耀、攀比或者故作姿态，
而是在传递自己的生活态度。你可能会看到他们大汗淋漓地锻炼身体，不紧不慢地侍弄花草，悠闲自在地漫步在天地之间。这些松弛而富有享受的生活状态，都在告诉你，他生活得很好，不需要为琐事而烦恼。在他们的朋友圈里，你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热爱生活的好心情，而非有意无意的炫耀。有人说，一个人越是缺什么，就越会炫耀什么。但真正过得好的女人，她不会有自卑感，不会在朋友圈刻意炫耀，她的富足生活状态都体现在低调的分享中。细心观察，过得好的女人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心态好。她们不一定很富足，也经历过大风大浪，但宠辱不惊的好心态令其淡定自若，优雅知足。在不为生计所累的基础上，她们即使眼里写满故事，但脸上不见风霜，注重仪容仪表，美的气质由内而外自然流露，享受生活中的点滴幸福，优雅的痕迹藏不住。王小波曾说，中年女人在中国是一种自然灾害。这话说得颇为刺耳。有一些人看不上中年女人，觉得她们无病呻吟，情绪多变，生活乏味，嘴里成天就是柴米油盐。中年妇女这个词，在某些人眼里不幸蒙上了贬义的色彩，邋遢、俗气、市侩，乃至缺乏生活情趣。然而，现实里的中年女性往往是生活战场上的勇士，她们在工作和生活间辛苦用力奔波，在家庭和社会里频繁变换角色，每天都在费力与生活交手。她们也想体体面面、光鲜亮丽地与生活握手言和，即使心中装满了故事，可脸上也努力挂着看似轻松的笑容，就算膝盖摔满了淤青，走起路来也依然带着风风火火的劲头。那些累到骨子里的疲惫，藏在心底的伤痛，越是拼命掩饰，反而越容易被看穿。他们总说我没事，可真正心疼他们的人，一眼就能看出你有事。其实，以下这3个细节就已经暴露了一切。你细心观察，那些活得好的女人都有一个共通点，那就是心态好。她们不一定腰缠万贯，也曾历经世事沧桑，但拥有一颗从容不迫的好心态，让她们泰然自若，知足常乐。不为生计烦忧的日子里，即便他们眼中满载着过往，脸上却不露岁月的痕迹。他们重视外表，美好的气质自然而然流露出来。他们珍惜生活中的每个小确幸，优雅的影子不经意间便显露无遗。王小波曾说，中年女人在中国是一种自然灾害。这话听起来不太悦耳。有人对中年女性有所偏见，认为她们总爱抱怨，情绪反复无常，生活单调乏味，每天挂在嘴边的无非是柴米油盐。在部分人眼中，中年妇女这个词不幸地被赋予了贬义，邋遢、庸俗、势利，甚至被认为缺乏生活情调。然而，现实中的中年女性往往是生活战场上的勇士，她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辛苦奔波，在家庭和社会中频繁转换角色，
日复一日地与生活斗争。他们渴望能优雅得体地与生活和解，即使心中装满了故事，他们仍努力展现轻松的笑容，即便膝盖已布满淤青，行走时依旧带着那股风风火火的劲儿。那些深藏在骨子里的疲惫，心底的伤痛，越是极力掩饰，反而越容易被察觉。他们总爱说我没事，但真正关心他们的人，一眼就能看出你有事。一、失去了爱好。杰奎琳·肯尼迪曾言，人生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，而在于拥有多少爱好。那些让你热衷并为之奔赴的爱好，总能为平凡生活增添诸多趣味，在你无助难熬之时，给予你陪伴和慰藉。很多中年女性，并非她们不想拥有爱好，而是生活的琐碎和无杂占据了她们内心的太多空间。比起自己的喜好，或许在她们心里，孩子的健康、家人的安好、生活的顺当更为重要。于是，为了家人和孩子，他们理所当然地舍弃了自己的热爱。作家拉罗什福科曾说，爱好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是我们追求内心平静的桥梁。有了爱好，你才能在晦暗的生活中看到一丝光亮，在精疲力尽之时又萌发出继续向前的勇气。有了爱好，在平凡的生活也会变得丰富多彩，在苦难的日子也仿佛有了依靠。人至中年，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风雨交加，但无论如何，希望每位中年女性在生活的长路上都不要忘了带上内心的光芒。二、多了些抱怨。听过这样一句话，刻薄往往源于不幸福。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幸福的中年女人，那么你一定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爱与关怀。这样的你，有能力去爱别人，也愿意将爱分享给他人。然而，如果你在生活中感到不幸福，那么生活的压力可能会让你变得尖酸刻薄，用令人反感的方式去祈求一份基本的自尊。在知乎上，曾有一个热门话题：中年女人为何脾气一点就爆？一个回答非常深刻。人们常说中年女人脾气大，嗓门高，但只有真正懂她的人才明白，那些声嘶力竭的狼狈，不过是他们的虚张声势。你看她强硬的外表，但只需一个拥抱和理解，她就能变得温柔。听过这样一句话，心里有很多苦的人，只要一丝甜就能填满。每个人都想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，尤其是女人，更渴望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然而，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如此幸运。有些女人拼尽全力，生活却依然不如意。而有些女人到了中年，脸上依然挂着发自内心的笑容，这样的她，日子一定过得不会太差。相反，有些女人到了中年，却失去了活力，脸上布满皱纹，毫无生气。三、太过强势。你得知道，女人要是太强势，对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是场灾难。想象一下，面对一个同样有脾气、有个性的男人，你们之间很可能无法相容。而要是遇到个脾气好、性格软弱的男人，即便你们勉强在一起，他也只会一味地忍让，压抑自己的情绪。强势的你，可能会把家庭生活搅得乌烟瘴气，
特别是到了中年，这样的关系更容易以悲剧收场。俗话说得好，夫以妻为贵，家和万事兴。只有当你情绪稳定时，家庭氛围才能变得温馨。很多强势的女人，虽然嘴上占了上风，却输掉了家庭。4. 太过于软弱。软弱的女人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独立思考能力，遇到事情往往没有主见。无论是在工作上，还是在人际关系中，你都会压抑自己的想法，去迎合对方，对别人的意见也是言听计从。你做什么都以他人为中心，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。记住，中年女人隐忍退让换不来尊严，你得收起软弱，展现锋芒，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。5. 没有了底气。有底气的人才能活得轻松自在，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你得明白，女人最大的底气永远是自己。经济独立，精神独立，你才能掌握人生的主动权。中年女人要是经济不能独立，人格尊严就没有底气，生活就会受委屈。记住，你的底气得是自己给的。只有经济独立，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人到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岭，即将开启新的一页。聪明的中年女人会在这个阶段完善自己，改变自己。她们会改变强势的态度，因为强势可能会输掉家庭。她们会改变软弱的性格，因为软弱可能会被人欺负。她们会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，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底气。中年女人只有努力改变自己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才能成就最好的人生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